此时此刻的东欧，3辆集装箱卡车在土耳其的港口城市安塔利亚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这3辆卡车装载的集装箱内运载的是3门经过拆解的前苏联制 AK-360 近防炮以及它们配套的弹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土耳其、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就逐渐成了整个东欧军火黑市的领头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围绕着地中海的所有国家几乎都成了军火交易的黑市，而这3个国家尤其了得，数以亿计的各式苏制武器装备从这些国家销往全世界。而这里的神奇之处还远不止庞大的交易量，更厉害的是，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在这里买到除了战略核导弹以及5代机之外的几乎所有武器装备。别说是前苏联产的近防炮，只要钱给够，在这些地方就连核武器的原材料也能攒个七七八八。这其中，土耳其就有着享誉世界的核黑市。前苏联拆解的核潜艇反应堆及堆芯燃料棒被拆下来之后，大都流入了这里的黑市。有足够的钱，从这里买它10几公斤浓缩铀，回家自己攒个大炸弹也不算是件难事。所以3门近防炮在这种地方只能算是一桩不起眼的普通交易。几名东欧的武器贩子将这3辆集装箱货车押运到安塔利亚的港口，在这里，一艘集装箱货轮已经即将满载。3辆卡车在开进港口之后，立刻被安排到了这艘集装箱货轮的泊位。3名美国人已经在泊位边上等候多时，见这3辆车下来，立刻上前与押车的负责人会面。周围的人员早已被提前清场，以至于双方在大白天便开始了军火交易。双方谁都没有说话，押车的负责人打开了3辆车的集装箱，让这3个美国人逐一上去检查了一番。在确认无误之后，3人从集装箱里跳出来，其中1人对着货轮挥了挥手，货轮上立刻通过小型装载机将一个重达600公斤的铁箱子放了下来。押车的负责人立刻走上前去，将铁箱子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条，便对身边的人使了眼色。几人立刻拿着设备过来，将金条逐一取出检测称重，然后装进自己携带的数个包裹之中。这铁箱子里装着的是500公斤黄金，所有金条都是出发前重新融化，用纯平的模具制作的，周身连一个钢印都没有，也自然查不出任何线索。押车的负责人在确认500公斤黄金没有任何缺斤短两之后，便笑着来到那3个美国人面前，笑着说道：500公斤没有问题，金价比我们谈价格的时候涨了2个点，这个差价我可不退了。一个美国人开口道：不用退，跟我们做生意，金价涨了你不用退差价，金价跌了我们还给你把差价补上。那人笑道：说心里话，我就喜欢跟你们黑水公司的人做买卖，简单高效，而且痛快。其中一个美国人冷声说道：记住，如果你把黑水公司的名字告诉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会放过你。没问题，那人哈哈一笑，随即又笑着说道：我这里还有不少西欧的北约武器，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报个价。那美国人皱眉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倒腾北约武器了？哈哈，那人笑道：有空去乌克兰看看，北约来的武器都快堆不下了，那些北约成员国援助的武器1半以上都流向了黑市，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说话，就没有我搞不到的。为首的美国人点了点头，淡淡道：有需要再跟你们联系，我们得准备出发了。那人忙道： OK， 有需要再联系，合作愉快。很快，龙门调便将这3个集装箱装上了船。3人确认无误之后也等上货轮，随后货轮便连夜起航，驶向苏伊士运河。这艘货轮的航线是从土耳其经苏伊士运河前往南非，但没人知道它运载的数千个集装箱里有3个是要在中途下船的。从安塔利亚到塞浦路斯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就算是到塞浦路斯的南岸也不过300-400公里而已。当这艘货轮驶离土耳其，驶入茫茫黑海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多名万隆店将士伪装的船员已经开始对那3个集装箱进行处理。
他们先是打开集装箱，对里面进行排查，以没有任何追踪定位设备。在确认无误之后，他们在集装箱内安放了自己的定位设备，随后便开始对装载的武器弹药进行加固。加固的方法是用电焊机在集装箱的内部焊接了许多固定用的卡扣，然后用承重几十吨的加厚吊装带将这武器弹药牢牢地固定在集装箱内部。而后他们用防水材料将集装箱的缝隙做了密闭处理，然后又将多个类似氧气瓶一样的设备固定在集装箱底部的四周。待货轮距离塞浦路斯仅又不足100公里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海面上忽然下起暴风雨，海面风浪也逐渐强烈起来，以至于整个海面上的能见度极低，100米开外怕是都看不清楚。而此时万隆店的将士们却在甲板上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武器的交接。他们利用 GPS 定位，在抵达预定坐标之后，立刻将这3个集装箱丢入了茫茫大海。神奇的是，就在集装箱入水前的几秒钟，集装箱四周如氧气瓶般的设备忽然爆开，随后内部迅速扩张膨胀，竟然变成多个庞大的气囊，将集装箱稳稳地拖在了水面上。随着3个集装箱陆续入水，货轮没有任何停留，继续驶向苏伊士运河。而这3个在海面上漂浮着的集装箱则被一艘早就等在附近的轻型运输船成功捕获。随后这艘轻型运输船加大马力，朝着铜矿所在的港口疾驰而去，并且在天亮之前抵达了铜矿附近的码头。由于当初铜矿的负责人早就打通了一切关系，这3个集装箱并没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集装箱卸下来之后，便立刻被运到了铜矿内部。而与此同时，万破军已经带着郎红军早早地等在了这里。郎红军精通通讯技术，同时对雷达以及红外技术也有涉猎。万破军让人采购了红外夜视设备以及热成像设备，这次便是请郎红军与万隆店的武器专家一起，把这些设备与近防炮联动起来。在铜矿的3个制高点，万破军已经让人搭起了3座不太起眼的玻璃房，新到的3门近防炮便是打算安放在这3个制高点内。这3个制高点能够完全覆盖铜矿内的开阔地，并且形成相互交叉的火力网。一旦3台近防炮锁定目标，它们将从3个方向转着圈的进攻目标，从而在目标所在位置以及周围几十米内形成一个由不同弹道组成的3维立体的火力覆盖范围。如果真有哪位破清会的伯爵找上门来，这3门近防炮一通招呼过后，怕是连 DNA 都很难剩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